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能温暖你心灵、改变你生活态度的书籍《信的诸君魏平生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作者姓名，一位在人生感悟与心灵启迪领域颇有建树的作家。他以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人生、友情、亲情和自我成长的绚丽画卷。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。在这个快节奏、充满压力的时代，我们常常在忙碌中迷失自我，忘记了生活中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。信的诸君魏平生就像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内心深处被忽视的角落。它能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，发现那些被我们遗忘的温暖和美好。它不仅仅是一本书，更像是一位智者，在我们迷茫时给予指引，在我们失落时给予安慰。你是否曾在深夜里感到孤独？是否在面对生活的重重压力时感到无助？那我来给你讲一个关于著名作家海伦·凯勒的故事。海伦·凯勒在幼年时因病失去了视力和听力，但他并没有被命运打倒。在老师沙利文小姐的帮助下，他学会了阅读、写作和说话，最终成为了一位伟大的作家和演讲家。他在《假如给我3天光明》中写道：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，看不见也摸不着，要靠心灵去感受。这与信的诸君魏平生所传达的理念不谋而合。这本书将引导我们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，就像海伦·凯勒一样，即使身处困境，也能找到生活的意义。感恩之心，生活的魔法资源。信的诸君魏平生首先强调的就是感恩。感恩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它能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。作者在书中指出，感恩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情绪，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。从理论层面来看，感恩能够激活我们大脑中的奖赏机制。当我们心怀感恩时，大脑会释放多巴胺和血清素等神经递质，这些化学物质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。同时，感恩还能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。当我们对他人表达感恩时，对方会感受到我们的尊重和认可，从而加强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培养感恩之心。每天写下3件让你感到感恩的事情，无论这些事情是大是小。比如，可能是清晨的一缕阳光让你感到温暖，也可能是朋友的一句问候让你心情愉悦，或者在与他人交流时，多说谢谢。不要把别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，真诚地表达你的感激之情。书中有一个案例让我印象深刻，作者的一位朋友在经历了一场重大挫折后，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。然而，当他开始尝试每天写下感恩日记后，他的生活逐渐发生了改变。他发现原来生活中还有那么多值得珍惜的东西，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小美好，如今都成为了他重新振作的动力。正如书中所说，感恩是生活的魔法，它能将平凡的日子变得熠熠生辉。友情的力量，心灵的避风港。在信的诸君魏平生中，友情被描绘成我们心灵的避风港。作者认为，真正的友情是无价的，它能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支持和力量。友情的力量体现在多个方面。首先，朋友是我们情感的倾诉对象。当我们遇到烦恼或挫折时，向朋友倾诉可以让我们释放压力，获得情感上的支持。其次，朋友可以为我们提供不同的视角和建议。在面对困难的选择时，朋友的意见可以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考虑问题。此外，朋友还可以与我们一起分享快乐和成就，让我们的喜悦加倍。书中提到一个关于友情的经典故事，有一位年轻人在创业过程中遭遇了巨大的困难，几乎陷入了绝境。就在他感到绝望的时候，他的一位老朋友主动联系了他。这位朋友不仅给予了他资金上的支持，还与他一起分析问题，寻找解决方案。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年轻人最终克服了困难，事业取得了成功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朋友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。为了培养和维护深厚的友情，我们需要付出努力。首先，要真诚地对待朋友，不要虚伪和做作。其次，要学会倾听朋友的倾诉，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和理解。同时，也要积极参与朋友的活动，与他们共同度过美好的时光。最后，要珍惜朋友之间的情谊，不要因为一些小事而破坏彼此的关系。3. 亲情的温暖，永恒的港湾。亲情是信的诸君魏平生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。作者认为，亲情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，它给予我们无尽的温暖和力量。亲情的力量是无可替代的。父母的爱是无私的，他们为我们付出了一切，不求任何回报。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则是我们成长过程中最坚实的后盾。在我们遇到困难时，家人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们。书中讲述了一个关于亲情的感人故事。有一位母亲，她的儿子在战争中牺牲了，尽管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，但他并没有被悲伤击倒。他把对儿子的爱转化为对其他士兵的关爱，经常去慰问那些受伤的士兵，为他们送去温暖和安慰。
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亲情的伟大力量，它不仅能给予我们温暖，还能让我们在困境中拥有积极向上的力量。为了珍惜亲情，我们需要多花时间陪伴家人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忽略了家人的感受。我们应该放下手中的工作，与家人一起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。同时，我们也要学会关心家人的需求，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。最后，要学会原谅家人的过错，不要因为一些小事伤害彼此之间的感情。4. 自我成长，人生的永恒主题。除了感恩、友情和亲情，信的朱君卫平生还强调了自我成长的重要性。作者认为，人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和进步，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自我成长的关键在于自我反思，我们要学会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，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，并努力改进。同时，我们还要勇于尝试新事物，挑战自己的极限。在面对失败时，不要气馁，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，不断的调整自己的方向。书中引用了著名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的一句话：你的vision愿景会召唤你，如果你不回应，它会困扰你。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方向，并为之努力奋斗。只有当我们不断的追求自我成长，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为了促进自我成长，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法。首先，要保持学习的热情，不断的学习新知识、新技能。其次，要多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，如读书会、讲座、志愿者服务等，拓宽自己的视野。此外，还要学会与他人交流合作，从他人身上学习优点和长处。最后，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，相信自己能够不断的进步和成长。5. 活在当下，生活的艺术。信的朱君卫平生还强调了活在当下的重要性。作者认为，过去已经过去，未来尚未到来，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就是现在。活在当下是一种生活的艺术，它能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。当我们专注于当下时，我们会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。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美食，欣赏美景，与亲朋好友共度美好时光。书中有一个案例很好地诠释了活在当下的意义。作者在一次旅行中遇到了一个当地的老人，这位老人虽然生活简朴，但他每天都过得很快乐。作者问他快乐的秘诀是什么，老人回答说：我只是活在当下，享受每一个瞬间。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，幸福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和物质，而在于我们如何感受生活。为了更好地活在当下，我们可以尝试以下几种方法。首先，要学会放下过去的烦恼和遗憾，不要让它们影响我们现在的生活。其次，要减少对未来的担忧，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任务上。此外，要学会专注于当前的活动，无论是工作、学习还是娱乐，都要全身心地投入。最后，要学会感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发现那些被我们忽视的美好。信的朱君卫平生是一本充满智慧和温暖的书，它以生动的语言和深刻的案例，向我们传达了感恩、友情、亲情、自我成长和活在当下等重要的理念。这些理念就像一把钥匙，将帮助我们打开幸福生活的大门。我呼吁大家行动起来，去阅读这本书，去践行书中的习惯，让感恩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让友情和亲情成为我们心灵的支柱，让自我成长成为我们人生的追求，让活在当下成为我们生活的态度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按照书中的理念去生活时，你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美好，你的人生将充满意义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：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我们不必在乎目的地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。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在人生的旅途中珍惜身边的人，感受生活的美好。信的朱君卫平生。谢谢大家。